王大公子，你说那个长孙大人什么来路？太傅大人招婿，他凑什么热闹？太傅大人的孙女要出嫁，才能让整个朝野为之倾动。这些人醉翁之意不在酒。哎，你要继续这么无聊，没事的话，我可要回去休息了。哎，你真的不觉得奇怪啊？哪里奇怪？那个长孙大人说他自己骑马过来的呀。这鸢尾谷丛林众生，何况是晚上，还能找到这里？这倒也是啊，衣服那么干净，而且还很整洁。而且一个人在树林里绕那么久，看来这个事情越来越有意思了。无聊。各位堂主，辛苦了。我等已分别隐藏在鸢尾谷，随时等候您的命令。这鸢尾谷是个充满玄机和神秘的地方，各路人马才刚刚到，就发生了蛇灾和放火的事情。以后还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，你等千万记住，切不可妄自行动，以免误了主上的大事。属下明白。玄武，这个交给你了。都去吧。诺。婉清，我想跟你说谢谢，谢谢你冲进屋里救我，我很感动。如果换作是其他人，我也一样会这么做。可我应该跟其他人不一样吧？我们之间的关系，那是因为没有因为。好了，时间不早了，我要去睡了，你也早点睡。你回来啦？吃醋了。婉清姐姐，我听到你们在外面的谈话了。你吃金秋姐姐的醋啦？我哪有啊？哦，还没有。你看，你看，你脸上分明就写着2个字：吃醋。哎呀，你别瞎说。哎呀，我跟你说，我跟小虎呢是从小一起长大的，所以我很了解他。他不是那种花心的人。他跟静秋姐姐呢，是因为以前有很多共同的追求。这一次来到鸢尾谷呢，他是因为担心静秋姐姐将来会不好，所以呢就显得过分的关心了一点。这是他不对，可是他心里面是只有你的，你别总跟他生气啊。这些我都知道，知道就好。大公鸡，这是你心里话吗？
然是了。看吧，每次说到元芳，你都是这个反应。你们俩都是喜欢挑衅对方，然后引起对方的注意。其实啊，早就已经有意思了。有什么意思啊？我才不喜欢他呢。你看看，我可没说你喜欢他，是你自己说的。来，各位大人请，请好。请。这么大的场面，我还是头一回见呢。以后我娶媳妇儿，我也得这样。就你啊，下辈子吧，真是没见过世面。等本姑娘出嫁的时候，排场比这个还大。那也得有人娶你才行。放心吧，王大公子，等本姑娘出嫁的时候呢，一定会盛情的邀请你去啊，给我唱个小曲儿，跳个小舞什么的。好啊，如果你真的能嫁出去，我还真就去给你唱个小曲。不过我们丑话说在前面，你要是嫁不出去，等我成亲的时候，你可得去给我当个门童。臭不要脸！狄公子，你觉得今天3位候选人当中，谁会胜出？论实力呢，高大成必胜无疑，但是腿伤了，这是个悬念。希望今天不要再出什么乱子。哎，婉清，要是你会选谁？我？干嘛问我？我又不嫁。哎，问我，我选，我来选。如果是我的话，我就会选楚尚元，楚公子。选他干什么？他有什么好的？你不懂，人家楚公子英俊潇洒，风流倜傥，才高8斗，而且还是状元郎。最关键的是，你看他对人多温柔啊！温柔？你怎么知道他温柔的？哎，你没看静秋小姐那个眼神啊？那个眼神那叫一个望穿秋水，好不好？人家是对杜小姐，又不是对你。我管他对谁，反正我娘跟我说过，这皮肤白的男人吧，就是很温柔。皮肤白？这是什么说辞啊？我娘还跟我说，男人最重要的是脑子，不是外貌。你们都看着我干嘛？王公子还真是相貌出众，玉树临风啊！来呀！选候选人入场。去！进来了，快看！拜见诸位大人啊！免礼。3位青年才俊，雄姿勃发，能来到鸢尾谷参加静秋的招婿大会，杜某深感荣幸。今天的比试，希望你们本着公平竞争的原则，发挥应有的水准，一展我大唐英才的风范。多谢太傅大人美言，我等自当尽力。好，高公子啊，你的腿伤怎么样了？请祭酒大人放心，这点小伤何足挂齿。我高大成今日就算是断一条腿，也要拔得头筹。现在就来宣布一下今天的比赛规则。你们每个人的剑囊中都有10支箭，比赛开始之后，
天空中会出现彩球，你们要做的就是骑马将彩球射落，最后谁射落的彩球最多，就是本场比试的获胜者。三位公子，有何疑问吗？若是我们同时射中一个彩球呢？这算谁的？许公子不要担忧，这种情况我已经考虑过了。若有2人甚至3人同时射中一个彩球，那当彩球落地之时，谁能够率先得知，那就算在谁的头上。不知道这个规则，三位还有什么异议吗？彩球在哪儿？那儿。这莫非是？这是玄武大炮。当年的玄武门之变，太宗就是靠这个利器拿下了西王与齐王。每一个回合，玄武大炮同时射出2个彩球，共是5个回合10个彩球，那就意味着每一个回合总会有1个人得不到彩球，所以三位公子切不可掉以轻心呐。诺，杜小姐到。静秋见过爷爷。静秋啊，这位是长孙润泽大人。静秋见过长孙大人。杜小姐，别来无恙。长孙大人能够愿意来到鸢尾谷，静秋真的很感激。言重了，能参加这次招婿大会，实乃我之荣幸。多谢长孙大人赏光，静秋受宠若惊。静秋啊，一会儿射彩球的比赛呢，由你指挥。好的，爷爷。好，三位公子，请上马准备吧。静秋啊。第一回合，我来拔这个陀菜，这个球我要定了。高大成2球，射得好，大成。照这样下去，10个球他都得归入囊中。怎么可能啊！我告诉你啊，楚公子他一定会奋起直追，一定会反败为胜的。根本不可能，这实力相差得太远了。楚公子，加油，加油啊！我在给你加油呢，看见没有啊？加油，加油啊，楚公子！小姐，小姐，干嘛？注意身份啊！我要。嘘。你确定？很容易有生命危险的。
哎，第2轮比赛开始。你们以为这样就可以阻止我吗？我等请是你的对手，只求大成兄别让我们输得太惨。好，这一球就让你们先撤。好啊，当真？我高大成一言既出，4马难追。好。好，太好了！高公子一球，许公子一球，岂有此理！哎，那个高大成怎么能把楚公子的剑给毁了呢？真讨厌！最后结果都是一样的。气死人了！看什么看？高公子真乃是高人呐！啊，哎呀！鱼，高大成，你为何要毁了我的剑？我已经让你1球了，要不然那2个球都是我的。为何不毁徐子木的？你是对我有什么成见吗？哎，楚尚元，你可别挑拨我大成的关系啊！徐子木，你少得了便宜卖乖。行了行了，下一回合让你1球便是。撤！哎，我讲，你们觉得这盛宴显得有点多余吗？多余？嗯，不觉得。一是世上有哪个女子不想办一场这样轰轰烈烈的招亲仪式；二是，如果可以借此机会让新情旧爱都来过一下眼，这有什么不好呢？其实，我的意思是说，如此兴师动众的去办一个相亲大会，会不会招来一些对太傅不满之人的口舌是非，进而也会令一些心怀叵测之心的人借机生事？所以我们要多加小心而已呀。还是狄公子心思缜密，看来小女子只能羡慕嫉妒恨杜小姐的福气了。那是羡慕、嫉妒，还是恨呢？你猜呢？第3轮。嘎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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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越飞越远，越飞越远，越飞越远，越飞。撤！这球是我的。高公子一球，楚公子一球。好，好。高大人，
高公子这是把他们当猴耍呀？许大人，这赛场好比是战场，容不得半点懈怠呀。怎么会这样？太好了，太好了！你们看，楚公子得分了，我就说了吧，楚公子啊，他一定会赢的。如果下一局高大成再射进一球的话，我看这场比赛可以提前结束了。大公鸡，我警告你啊，你最好是把你的乌鸦嘴给我闭上。你要是再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喊我大公鸡，小心我对你不客气啊！哎呀，你还对我不客气？你不客气个试试啊！啊，我就叫你大公鸡，大公鸡，大公鸡，大公鸡！你叫我也没关系，我的意思是说，你别当着我爹叫我。好啊，没问题啊，那就看你接下来表现怎么样了啊！大公鸡，你。看来今天这场比赛应该没有什么悬念了吧？现在我都没有悬念了。不过我看过很多骑射精湛之人，但是像高大成这样在行进中如此精准，却是头一次。哎，为什么呀？你们说这个高大成为什么这么厉害啊？难道你没有听说过百步穿杨吗？那有什么了不起的？那些稍微会一点点功夫的人都会，好吧？童梅阳，那你敢跟我打一个赌吗？有什么不敢的？说吧，赌什么呀？如果今天高大成要是赢了这一局的话，从今往后你不许再叫我大公鸡。那如果说今天的比赛是别人赢了，怎么办呀？悉听尊便。好，如果说今天的比赛是别人赢了的话，你呢就围着这个马场爬一圈，怎么样？这算什么赌法？怎么了？你不敢啊？赌不赌？赌就赌，谁怕谁啊？好啊，来。现在我们算是扯平了吧？还剩下4个球了，想赢吗？哼，笑话！难道你不想啊？我可以助你一臂之力。什么？我没听错吧？现在只剩4球，就算你我能将其平分，每个人也只有2球。如果想赢的话，必须有人做出牺牲。你这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？我帮你是有条件的。什么条件？保守那个秘密。哼，我看你是心虚了吧？这场比赛过后，你我就各显身手，互不相欠。你怎知我一定会和你合作呢？你可以拒绝我的提议，不过这比赛发展到最后会发生什么事情，谁也不知道。撤！第4轮，大展宏图。骑兵主上，左使来报。许公子2球，好，祖母，好样的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大成，这是怎么了？哎，你们看，你们看，我说了吧，那个高大成不行了吧？哎呀，有的人要学乌龟爬喽。奇怪，关键的时候掉链子，应该是马的问题。
马的问题。他的马好像突然受了什么惊吓。不止高大成，楚尚元的箭射得也很偏。难道是？徐子墨，想不到你还挺有两下子，纯属意外，纯属意外。这一次我不再给你们任何机会了。撤！都住手！都住手！放开我！哎呀，住手！住手！两位公子有话好好说嘛，切莫大动干戈，别伤了和气嘛。上元，没事，没事吧？大成，跟我说，这是怎么回事？爹，他们俩合起来给我下套，我岂有此理！两位大人，这事儿你们看着办吧。笑话，你当楚公子是傻子吗？谁不想赢这场比赛啊？上元，到底怎么回事？不许瞎说！爹，我尽力了，只能说子木兄的运气比较好，我们只能再赌下一局了。楚尚元，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俩说了什么，信不信我现在就废了你！住手！当着诸位大人的面，你们两个成何体统？王大人，他们俩给我使诈，请您秉公办理。我使诈？我使诈会让我自己坠吗？让徐子木胜出？高大成，你脑子是不是有问题？谁知道你们俩说了些什么？高大成，你要是再敢血口喷人，休怪老夫回长安后向皇上禀明一切。哎，我说楚大人，你少拿皇上来压我，我就不信你们楚家能一手遮天。哎呀，诸位都消消气，消消气，听老夫一言。今天的比赛只属一搏三折，这高大成骑射精湛，我们大家是有目共睹啊。但徐子木手里确实有5颗彩球，这种局面，委实出乎我等意料。诸位大人，你们可有何高见呢？恩师，何不投票决定谁是本场的胜者？投票？哎，我同意王大人的意见，不知长孙大人意下如何？那就投票吧。
好，投票。这样吧，黑旗呢代表高公子，白旗呢代表许公子。各位考官可以随意选择。3位候选人，请回避。好，3位候选人请转身，请诸位大人亮旗。这怎么可能？竟然是平局！看来你们两个打平了。这该如何是好啊？我看，让杜大小姐投上最后一票吧。我，景秋啊，我看就遵照王大人的意思，这最后一票就由你来投吧。好，爷爷。哎，景秋啊，你这一票可是至关重要啊，你可得考虑清楚啊。景秋知道。二宝，好嘞，马公子得罪了。哎，你干嘛？趴下，趴下，趴下！不许耍赖，赶紧给我爬，赶紧的啊！走着。我跟你说，你可别欺人太甚。我这可不叫欺人太甚，我这个是让你明白什么叫做愿赌服输，知道吗？你也看到了，明明是高大成更胜一筹，谁知道杜静秋最后竟然会选择徐子木。我不这样觉得呀，我觉得静秋姐姐这样，那就叫做慧眼识珠啊！哎，等我回到京城呢，我可以送你几匹上好的绸缎。不用了，那些东西我们家多的是。你们家是你们家的，我那可是波斯来的，一般人弄不到的。波斯来的，那岂不是很罕见？趴下吧你！我告诉你啊，这些东西我一点都不稀罕。二宝，好嘞，马公子加油啊！哎，我们家还有吐蕃的银镯子，你喜不喜欢？哎呀，爬完了看本姑娘心情怎么样再说吧。哎，我们家还有上等的高丽来的人参炖汤，特好喝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本姑娘就是不喜欢喝汤，你赶紧给我爬起来，驾！不要夹来夹去的，行不行？我是人又不是马。这个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本姑娘今天的心情怎么那么好啊！二宝，走起来！好嘞，马公子，驾！我跟你说，你可千万别落在我手里，涂梦瑶。哎，你放心吧，大公鸡，你等不到这一天了。驾！有什么好看的？快啊，快点！他们总是这样掐的。这么慢，什么时候爬完一圈啊？你就没有发现点什么吗？我需要发现什么？
你不觉得他们两个之间太在乎彼此的言行，还有举止吗？是吗？明白你在说什么？高大成，你是不是喝多了？徐子墨，今天那个亡魂就会来找你的。高大成，你别在这装神弄鬼的。你要是输不起，就别来渊尾谷。输赢又有何妨？我现在担心的是你的性命啊，子木兄。大成兄，你少在这故弄玄虚。我看要我性命那个人是你吧？难道你们都忘了吗？自从来到这渊尾谷，就没遇到过一件太平事儿。我想那可能都是意外吧。意外？楚尚远，你是这里第一个收到这封信的人，你比这里任何一个人心里都清楚，这绝不是意外。你胡说，我从来就没有收到过什么信。高大成，你就别卖什么关子了，有话就直说。这封信是我在长安时收到的，信上写着：渊尾谷
住着一位克夫的女鬼，谁要是让她眷顾了，恐怕是自身难保啊！高大成，我劝你马上收回你刚才所说的话。这信上还说了，这个女鬼有一个女儿，谁要是娶了她，会走霉运，保不齐还会性命难保啊！高大成，你在胡言乱语，取消你的比赛资格。我早就不想继续玩下去了，起码我还能保住我这条小命。朱尚元、徐子墨，你们就自求多福吧。哼！你这小子也太狂妄了，让他走。大成，这种人根本不配我们静秋。爷爷、义父，静秋有些不适，先回屋休息了。静秋，不要在意高大成说的话。静秋知道，爷爷不需要担心，我只是有些累了。秦良，你先陪静秋回房去吧。诺，大人。陪静秋回房去吧。诺，大人。诸位，发生这样的事情，我杜某难辞其咎。但是请放心，我们木然山庄绝对没有什么鬼神。老师，请放心，不管怎样，我都会吩咐下去，加派人手，给每个厢房门口加派2个侍卫，一定做到万无一失。有劳祭酒大人了，学生感激不尽。今晚的酒宴就到此结束吧，各位都回房早点歇息。明日还要举行第2场比试。子墨兄，你我做一个交易如何？交易？之后的比赛里，我可以让你一枝独秀。楚少元，你这葫芦里又卖的什么药？你以为我来这鸢尾谷，就是为了那个杜静秋？那你所谓何事？你可知这鸢尾谷里面藏着何物？是何物？1000年宝藏。1000年宝藏？哼！谁要是得到它，
便能富可敌国。真有这事儿？千真万确。我在坊间倒也听说过，这渊微谷里藏有一些宝藏，但人说那都是谣传啊。如今这个世上，只有谣传才是真的。怎么样？你我做个交易如何？是血，是那个女鬼。来人呐！来人！快来人呐！你看。子木，出什么事了？你们两个是怎么搞的？王大人，那个女鬼出现了。你们都受伤了吗？你们身上这血是哪儿来的？那儿。这个是女鬼戴的面具吗？是那个女鬼的面具，脸孔里还充满了血水。你确定你看到她了吗？确定，我也看到她了。谁？出现了。喂，我说你们两个男的怎么胆儿那么小啊？你是没亲眼见到那个女鬼披头散发，还能飞天遁地？你们真的亲眼看到了吗？绝对不会看错的。刚才她就在那个窗外一闪而过。那你们看清她的脸了吗？哎，两位兄弟，刚才发生了什么事？我不知道啊，眼前突然一黑，就没有感觉了。我倒是看见一个人影，是男是女？好像是个女的，还穿着白色的纱衣。那，你看清她的脸了吗？没有。女鬼真的出现了，这就是信上所说的那个女鬼。之前二位不是说没有收过信吗？李公子，实不相瞒，我和徐子木确实也收到过跟高大成一样的信。那之前，为何你们不说？我们也是不想太张扬，免得坏了大家的兴致。对，何时收到的呢？上个月初6。啊，差不多就是那个时候。上个月初6，就是最终人选还没有确定，就连太傅大人与祭酒大人也不知，此人又怎么会知道你们即将要被选中呢？这正是此事的蹊跷之处。怎么了？又出什么事了吗？江大人，切，你自己看看，今天可真是好戏连台呀！两位公子，这是……大人，女鬼真的出现了。女鬼？
大人，二位公子收到了跟高大成一样的信，学生看过，字迹如出一辙，应该是同一个人所为。一派胡言！这鸢尾谷乃我义兄杜明义修身养性之处，清幽明净，怎么会有索命的冤魂出现呢？大人，恕学生无礼，有一个问题不知道当问不当问。狄公子，请讲。信里面所指的那位女子是谁呀？她就是静秋的母亲，杜明义的妻子房木然。18年前，明义放弃了大好的仕途，与房木然来到这鸢尾谷，创建了木然山庄。两人在此过着神仙眷侣般的生活。后来，杜明义离奇去世。那世人都说房氏木然是克夫命，还怀疑是她杀害了自己的丈夫。不久，在愧疚与绝望中，房木然自尽了。那个时候，静秋还小。此事静秋姐姐曾经跟我讲过，只是奇怪，多年前之事，为何现在又被提起？大人，那房氏死后，这鸢尾谷中可有些奇怪的事情发生？坊间有传言，说这鸢尾谷到了晚上变成了死谷。死谷？没有人能在太阳下山之后走出这个鸢尾谷啊！过去，经常有猎人来这谷中狩猎奇珍异兽，有的时候为了追赶一头麋鹿，直到夜幕降临也没有走出，后来便离奇失踪了。都说是被谷中的野兽所害，可是最后连尸体都找不到。竟然还有这样的事！大人，这肯定就是那个女鬼出现了。荒唐！我根本就不相信这鸢尾谷中会有什么冤魂存在，这都是那些无事生非的人妖言惑众，是对明义和木然的不敬。大人，请息怒。我看未必真的有什么冤魂，而是有人在背后搞鬼，还请诸位切莫自乱了阵脚，让恶人有可乘之机啊！王公子说得对，此人居心叵测，我们绝对不能让他得逞。对啊，大人，你放心吧，我们一定会尽力帮您查出事情真相的。你说对吧，婉清姐姐？没错，相信有狄公子还有王公子联手，各位大人大可放心。那就有劳各位了，江某感激不尽。江大人，您看我跟许公子这副模样，有没有干净的衣服能给我们换上？来人啊，在。吩咐下去，给许公子和楚公子准备沐浴和干净的衣服。诺。两位公子受惊了，早些歇息，养精蓄锐。明日还有更大的考验在等着你们。诺。哎，高大成在哪里？他为何没有跟你们在一起呢？人家现在无事一身轻，哪管我们的死活？再说了，他功夫那么好，我们哪用管他呀？来人呐，在，吩咐下去，多派些人手保护好楚公子和许公子的安危。诺。诸位，今晚之事，我希望不要告诉太傅和静秋。今日发生太多离奇之事，我不想让他们为此再添困扰。大人放心，我们一定守口如瓶。多谢。
姐还没睡呢。睡不着，来给爹和娘诵经。是因为这2天的事情烦恼吗？烦恼谈不上，只是有些疲惫罢了。其实有一件事情我不明白，还请姐姐赐教。说吧，干嘛这么客气？为什么早上的比赛你选了徐子木，而不选高大成呢？徐公子文才出众，是难得的人才。我才不信，姐姐会喜欢一个文采如此浮夸之人。怀英，何出此言？我只能说，徐子木不知道走什么运了。先是楚尚元不知出于何目的帮了他，然后是姐姐信守一致，让他赢了这个比赛。果然什么都逃不过你的眼睛。但我还是不明白，为什么姐姐会选用一颗棋子？你要知道，此人很有可能日后成为你夫婿。难道你对自己的终身大事如此草率吗？嫁谁不是嫁你？只要能完成爷爷的心愿，我就算是功德圆满了。那你随便嫁一个山野匹夫好了。为何搞得如此兴师动众呢？像我这样一个女子，嫁人对我来说，其实我自己能决定的。你变了。或许吧。发生了这么多事情，我们已经不再是从前的自己了。嫁给一个自己不喜欢的人，有什么幸福可言？只要杀害我爹娘的凶手一天没有找到，我就一天不能平静。更何况是寻找幸福。我就是这样一个不祥的女子。你也相信这样离谱的传言？不信又能怎样？天命如此。好，踢菊球的小虎，我向你保证，这个传言永远不会成真。左使，4位堂主，免礼。左使，我们何时开始行动？现在还不是时候。木然山庄现在的事态是瞬息万变，谁都不知道以后究竟会发生什么。左使，这木然山庄里究竟出了何事？我等暗中跟踪盘查，也不见其端倪，甚是费解。我和白虎堂主暗中观察楚尚元和徐子木时，真的发现一个鬼魅的白衣女子，瞬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，和传说中的一般无二。这世间难道真的有鬼魅的存在吗？如果我没猜错，有人正在运行一个可怕的计划。也许他的这个计划和我们此行的目的是一样的。需要我们去调查吗？不用，静观其变。不要节外生枝，不要忘了我们最终的任务。明白。构臣在。你的易容工具带了吗？一直都带。很好。
我高大成，堂堂的武状元，被你们2个书呆子抢了风头。等着瞧吧，我会来给你们收尸的。还有你倒是好，选了徐子木那个小白脸儿，让我高大成怎么下得了这个台阶儿啊？杜小姐，可否有雅兴，陪我喝一杯啊？杜小姐，你真是惊为天人呐！为了找回这丢了的面子，我今天就尝尝你的馅儿。诸位，走过这条小路，前面就是鸢尾谷了。20多年前，我儿明义带着一班家丁，在这里开荒植树。明义死后，我便封山育林，这里始终保持着茂密的景致。今天的第2场比试，就在这鸢尾谷举行，也算对明义的一场祭奠吧。愿2位公子，在风景如画的鸢尾谷，能有好运气。2位大人费心了，我和徐子木一定会竭尽全力。能在这样的景色中比赛，就算是输了，也是人生中的一大幸事啊。高大人，贵公子为何没有前来呀？哦，换作是我呀，我也不来。要不是看在太傅大人的面上，我早就带着我家大成回京城了。浩然，咱们现在开始吧。诺。现在就由我向2位公子交代一下今天比试的内容和规则。第2场比试名为寻物，顾名思义，也就是要候选人在规定的时间内找到指定的物品。这鸢尾谷啊，虽说是风景宜人，但却地势陡峭，2位公子务必小心行事。来人啊，给2位公子佩剑。这是给2位的宝剑，留作防身之用。江大人，不知让我2人所寻是何物啊？啊，楚公子莫急啊。静秋，就由你来告诉2位公子应该所寻何物吧。是鸢尾。鸢尾。哎，少爷，哎，这花看起来好像能吃吧？猪啊你，什么都能想到吃，笨蛋！小虎，你以前见过这种花吗？小时候见过一次。这花看起来好特别。杜小姐，不知为何让我2人寻着鸢尾啊？这鸢尾
是我娘生前最喜欢的花，也是一种很特殊的花，在我们这地方特别难耕种。经过多次尝试后，我爹无意发现这鸢尾生性孤傲清高，专挑那些向阳的悬崖而生。这鸢尾长在悬崖峭壁之上，我等寻找起来岂不是很危险？的确，所以请二位公子务必要小心。哼，二位公子，如果觉得有危险，现在选择退出还来得及。大人说笑了，我楚尚元岂是贪生怕死之辈？杜小姐，我楚某一定尽力寻着鸢尾花。我亦定当全力以赴。好，两位公子果然是勇敢非凡呐，那就请上路吧。太阳下山之前，谁能够摘到更多的鸢尾花，谁就是这场比试的胜利者。还有，你们在太阳下山之前一定要记得回来，这鸢尾谷一到夜里，很容易迷失方向。诺。请。诸位辛苦了，请先回房休息片刻，然后咱们一同前往鸢尾谷。大人，出事了，不好了！何时惊慌？高公子他死了。什么？你再说一遍！大成，大成！大成啊！大成！是你这个不祥的女人杀死了我的儿子！高继福，你说什么呢你？高大人，简直荒唐！来人，快把高大人扶下去！我要杀了你！我要杀了你！我要杀了你！放肆！先把尸体放下来再说吧。诺。大宝，帮忙！小姐，亲娘，快把小姐扶回房去休息。诺大人。景秋，这个面具怎么和楚尚元房间的一模一样？该不会是同一个面具吧？也有这个可能。二宝，你去楚尚元的房间，看看那个面具还在不在。好，少爷。婉清，辛苦你了。身体早已僵硬，初步推断，应该是死在4、5个时辰之前的。4、5个时辰，也就是说，昨晚子时。子时，那不就是在楚尚元房间闹鬼之后发生的事吗？胸前的这个伤口大概就是致命伤，而且人当时就死了。看来
昨天晚上发生了一场恶斗啊！奇怪，怎么了？身上没有任何打斗过的痕迹，除了胸口这个刀伤，还有其他伤痕没有？没有了。据我判断，应该是一击毙命。一击毙命？一击毙命？还是在胸前？这个凶手可真不简单。高大成武艺高强，有谁能够轻易将其杀害呢？也有一种可能，死者跟凶手是认识或者是熟人，这样他才有可能趁其毫无戒备的时候将其刺死。你们当中，昨晚子时之前，有谁见过高大成啊？来人啊，吩咐下去，若有在昨天子时之前见过高公子的，速来禀报。诺。这高大成，自从昨天晚宴离开之后，再也没有出现过。竟出了这样的事情，该怎么向高继福大人交代呀？有酒印，可没有酒味儿，就是证明。原来如此。大人，袍房的王师傅说他昨晚子时见过高公子。哦，派如实禀报。各位大人，昨晚子时左右，小的正准备睡觉，高公子来到袍房，问有没有酒，十分生气的样子，说一定要喝酒。于是我就给他烫了一壶。之后他去哪里了？知道吗？这个小的就不知道了。那是这一壶吗？
这个不是头2天丢的那个酒壶吗？什么？哦，是这样的，为了方便统计，我把茅房里的壶都记了号，分别写在了壶的底部。这个是3号壶。您看，这个壶底我还写了一个3字呢。我给高公子的是2号壶，这一点我记得清清楚楚。看来，这里也的确不是案发第一现场。少爷，少爷，我翻遍了楚尚元的屋子，都没有找到那个面具。这个对了，看来这个面具与当天晚上闹鬼的那个面具是同一个面具。这个面具后来一直在楚尚元的房间里，怎么会戴到高大成的脸上呢？莫非？哎，你们快来看，这什么呀？哎，你们看，这个不是楚尚元的令牌吗？怎么会在这里？我儿的令牌怎么会在这里？莫非凶手是一派胡言？只凭一块小小的令牌，你们竟然敢往我儿子尚元身上泼脏水，岂有此理！楚大人，我也不愿意这么想啊。但是这面具加上这令牌，不得不让人对令郎浮想联翩呐。王有人，你说话可要小心点儿。我们家尚元可是当今皇上钦点的状元，你要是再敢口出狂言，休怪回京后，老夫参你一本。楚大人，王子犯法，与民同罪。我想，一向公正秉直的楚大人，绝对不会徇私枉法吧？你好了，2位大人都请息怒。我看此事还应该从长计议。如果说楚尚元就是凶手的话，那么他的杀人动机又是什么呢？这是什么呢？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，先有杀人动机的应该是高大成。哦，此话怎讲？在比赛骑射那一天，若不是楚尚元的马失控，高大成绝对不会输给徐子木。之后，他对这件事情一直怀恨在心。高大成想约楚尚元见面，想借机杀了楚尚元，但是没有想到被楚尚元发觉，先下了手。楚尚元在杀人之后，想掩盖自己的杀人罪行，所以想到了鸢尾谷女鬼的传说，于是将这个面具戴在了高大成的脸上，伪装成女鬼杀人的样子。我想，这就是整个杀人事件的过程。这不可能！我们家尚元岂是那种心胸狭窄之人？你们现在都是妄加揣测，根本没有真凭实据，勿下谬论。哼，楚大人，如果证据确凿，我看你如何向皇上交代？你楚尚元不是凶手。狄仁杰，你觉得我哪里说的不对吗？哎，小虎，其实我觉得这次大公，元芳，我觉得元芳他说的挺有道理的。王公子推断的没错，只是忽略了一个事实。什么事实？大家记得刚才高大成的尸体被放下来时候的情况吗？我记得，当时那个小哥拉不动，我还帮了他一把。对，就是说刚才那个小哥的体重没有高大成重，所以要加上二宝的体重，才能拉得住高大成的尸体。也就是说，凶手的体重必须要超过高大成，否则他根本就不可能把高大成高高的吊起来。那楚尚元是个瘦子，所以他吊不起高大成。对啊，这么说来，那凶手应该不是他。他那么瘦，
应该没那么大力气吧？狄仁杰，我认为你的推断并不合理。那请王公子赐教。的确，体重超过高大成的人才能把他吊起来，但还有一种可能，如果此人拥有较大的手臂力量，也一样可以将高大成吊起来。王公子说的没错，但是，你是高大成，高大成死了。哎，我跟王公子交过手，你的臂力很大，你拉一拉看看。你说的没错，一个人力气够的话，确实可以把超过自己体重的人拉起来，但是有一个前提，就是双脚要着地，这样才有发力的支点。但是这麻绳离地面的高度远远超过了一人之高，如果要抓住这绳子，你就必须腾空跃起。当拽住这个绳子的时候，你身体是离地的，也就无法使上力气。因此，你就只能靠自己的体重把尸体吊上去。好，说得好，不愧是狄之训的儿子，果然比那些凡夫俗子优秀的多呀。原来是这样，看来狄仁杰，你果然名不虚传。狄仁杰，你快说，到底谁是凶手？这个我还不确定，但是我想跟各位玩个小游戏。游戏？太傅大人，不知道庄里有没有船只？哦，山庄外面有一池塘，那里面有一条小船。那请带上高大成的尸体，跟我走一趟。来，把高大成的尸体抬上。